穿越了！我堂堂美術系高材生，竟然穿越到大周最神之子王陽身上。原主因為趙婉明2周救了命，甘願成為趙府養狗的下等家丁。快吃一些。你发什麼膽？還不快點起來回小姐的話！她就是趙府小姐趙婉明，果然漂亮。別人穿越成了大小姐未婚夫，我他娘的一穿越就成了一名下等家丁啊！真他娘的不公平！大小姐，你找我有什麼事啊？春桃，你来说。大小姐的爱犬花花懷孕了，這整個後府只有你的後院有惡犬，一定是你看我不利才讓花花懷孕的。不是，你倆碰瓷兒呢？何為碰瓷？故意找麻煩啊！你放肆！竟然敢对大小姐不敬！你，我跟你家小姐讲话，你一個丫鬟一邊玩去！多虧我養狗，要不然真被他們訛了。她不是懷孕了，她只是狗糧吃多了積食。養狗我有經驗，以後狗糧一次別餵那麼多。狗糧是狗吃的食物嗎？我怎麼把這茬給忘了？我現在穿越到了古代呀！對，是狗吃的食物。然後平時的話也別老抱着了，讓它多下地跑跑。春桃，帶歡歡下去多動動吧。是。大小姐，你要沒什麼事的話，我就先睡了啊。你什麼意思啊？難道你還想在此處和惡犬相伴？這是對我有意思，想要招我為上門女婿？大小姐，在下感謝大小姐的青睞啊！在下定不負大小姐的厚愛。你在說什麼？我的意思是讓你回屋睡。我多想了，原主之前是不學無術的紈絝子弟，就原主這個廢材。趙婉明怎麼能看上我？我現在就是個家丁，還是混日子吧。我知道了。你的爺爺和你父親都是朝中重臣，在寧州你們王家也是聲名顯赫的豪族。你瞧瞧你現在這個樣子，怎麼整日只想着和惡犬相伴啊？我是你們趙府的最低等的家丁，照顧惡犬，那是我的工作。你怎麼如此沒有上進心啊？你爺爺剛正不阿，受人敬仰，你就算是不能像你爺爺那樣，但是你至少應該也有上進心，求取功名，重振你們王家吧。這個原主先前就是紈絝，根本不看書，指望他能金榜題名，簡直白日做夢。這我王家都讓人抄家了，你還指望我考功上岸？說不定啊，我一出大門就讓人關進大牢了。我這人很佛系的，只想擺爛混日子，每天啊曬曬太陽遛遛狗，我就很滿足了。我就不應該對你抱有期待。江山易改，本性難移。你就留在這兒，好好和你的惡犬相伴吧。哎，不是說古代大小姐都是淑女，怎麼感覺這脾氣跟我們現在的小仙女沒什麼區別？下雨了。低等的家丁，你竟然敢欺負我表姐，我看你是不想活了。古代大小姐都這麼不講理，覺都不讓人好好睡啊！你又是哪位啊？身為趙府的家丁，你居然連本小姐都不認識？我張世玉可是趙府的主人，你眼睛瞎了不認識我？王陽，你不再是以前那個紈絝了。你要是敢欺負我，我讓表姐把你趕出去。挺香的。哎呀，我確實不是那個紈絝了，現在的我只想當一個擺爛的下等家丁。你以前怎麼說也是個紈絝，能習慣做低等家丁？我不信。哎，我這不是也沒辦法，你姐讓我金榜題名，我這鬥貓鬥狗的還行，你讓我吟詩作畫，不對呀，廢的是原主，我可是藝術高材生，作詩是愛好，畫畫那可是我的強項啊。
吟詩作畫我行啊。你会吟诗作畫？你以前整个宁州誰不知道？你就是个不学无術的紈絝子弟，你恐怕連自己的名字都寫不清楚吧？膚淺。家父一直叫我要謙虛，我要是出手，必定震驚全世界。你會吟詩作畫？那你給我寫首詩看看。看來我是時候要露一手。荷塘映日柳垂絲，春水潺潺綠滿池，真是好詩。我要拿給我表姐看，讓她知道你不是一個不學無術的紈絝子弟。哎，沒必要，低調低調。不行，我一定要表姐知道你的才華。這個送給你。這什麼？定情信物啊？不是，寫兩句詩就收穫一枚小迷妹了？這古代文人撩妹也太容易了吧？詩雨小姐，對不起。你是我表姐的丫鬟春堂，你以後注意點，別慌裡慌張的。是。站住！錢公子，我家小姐說錢公子是大才子，她不敢品鑑錢公子的詩，特意讓我把詩原封不動的還給錢公子。沒想到趙小姐對我評價如此之高，大才子愧不敢當，但才子這個稱號，我還是當得起的。你什麼意思啊？是，我寫的詩句一出，驚天下，好詩啊！這是我寫的？我何時寫出的？哎，我果然是大才子。我要是將此詩念給婉寧聽，說不定她會對我芳心暗許。表姐，王陽深藏不露，他絕不是你口中所說的一無是處。你看，這是王陽所寫的詩，其文采絕對不輸四大才子任何一人之下。婉寧，不讀詩書不種田，鬥雞遛狗最清閒。果然是紈絝，都這個樣子了，他竟然寫這種詩。這不是王陽所寫的詩，怎麼會這樣？一定是拿錯了，我這就去找錢如文要詩。荷塘映日柳垂絲，春水潺潺綠滿池。既然趙小姐不願收下我的詩，那我只能當面讓趙小姐品鑑品鑑了。這首詩是你所作？正是在下。你能不能要點臉？這首詩是王陽寫的，是我拿來找表姐的路上被春桃碰到，以至於我拿錯了詩文。拿走你的歹幼詩！這首詩是我……你還不承認？好，那我就將王陽叫來，看你怎麼狡辯。你看什麼呢？快過來呀！哦，快點兒！找你有事。這美女也太好看了！真是人間極品啊！這是。那個詩雨說，剛剛那首詩是你所作。是我寫的。一派胡言，王陽，整個寧州誰不知道你是個連名字都不會寫的廢物，怎麼可能寫出如此精妙的詩句？哼，你以為像我呀？你這不要臉，是先天的還是後天養成的呀？你只是一個下賤的廢物，你竟然敢罵我！你說你罵我也沒關係，你怎麼能當着大小姐的面說這麼粗俗的話？你這是不尊重大小姐。就是，我表姐和柳之韻都是知名才女，你怎麼能說出如此粗俗的話？詩雨小姐，你也是才女。果然，王陽絕非傳言那般不學無術。趙小姐，我向來仰慕你，從來沒有冒犯你的意思，都是他誣陷我。
你說這首詩是你所作，你有何證據啊？這首詩啊，一共有4句，這上面有2句，剩下2句我写下便是。笔呀，没笔咋写呀？啊，怪我这就去拿筆墨。你呀，诗雨，你堂堂一個大小姐，你怎麼能隨意聽她指揮呢？春堂，你去。我怎麼感覺他在吃醋啊？柳舞清風浮水面，荷花淡雅醉心痴。好詩啊！這可是流傳千古的詩句。果然是好詩啊！你現在還有什麼好辯解的？這詩確實不是我所作，我不會讓你称心如意。趙小姐，這詩是我花重金求來的，是大才子顧文浩所作。顧文浩，此等文采，也只有顧文浩才能做出。完了，这是一個追星少女啊！表姐，這首詩是王陽剛剛寫的，怎麼就成了顧文浩的詩？我知道你仰慕顧文浩，但是顧文浩寫的詩未必有王陽寫的好。還得是我的小迷妹詩雨，心裡只有我。是他之前看過顧文浩的詩，偷偷記下來的。我你个小儿子没！不能粗俗，待我向你祖宗18代問好。我家先祖不勞煩你這個廢物。詩韻姐姐，幫我看一下這首詩究竟是何人所作？我曾在醉香樓見過這首詩。顧文浩所寫的詩篇，全都是在醉香樓醉酒之後所做的，所以這首詩也必然是顧文浩所作。你這個人還真是品行不端啊！趕緊去賬房給我領了工錢，然後離開趙府。我，表姐，這其中一定有什麼誤會。王陽他不是這樣的人。那可不一定，這人先前就是品行不好的紈絝。這娘們兒難不成和原主有感情糾葛，趁機想報復？我人生地不熟，離開了趙府，我能去哪兒？我就犧牲一下色相吧。小姐呀，你可要救救我呀！我給你當牛做馬。這腿抱着真舒服。要不，你來我們家做上門女婿吧？哎，不行，我們家惡犬還需要你照顧，你不能離開。先回去吧。這大小姐擺明了就是吃醋，就你那點小心思，分分鐘拿捏你。哎呀，大小姐，你以後不要開這種玩笑了吧，嚇得人家心臟撲通撲通跳的。我先走了哈。等一下，看來這個原主把人家傷得很深啊，這事兒我打算完了。婉寧，我家的愛犬最近不太好，能否請趙府這名家丁隨我回去看看我的愛犬？可以。那我就先告辭了，改日我們再一起品詩。隨我回府吧。哎，你只是一名下等家丁，沒有資格和我同車而坐。咱倆是不是以前愛過？還是我傷過你，所以你才要處處針對我？咱們有話好好說啊！先上車再說啊！表姐，你若捨不得，可以讓王陽不用隨他去的。不要胡說，誰說我捨不得了？可是我聽說你們倆自幼便認識。哎，表姐！哇，極品啊，真是極品！來，
因為我身份有別，你若是再敢靠近，別說那些沒用的，咱們敞開天窗說亮話。你污蔑我，是不是因為我以前傷過你？我剛來泥州才沒多久，此前也從未與你見過面。原來如此，那你如此針對我，原因只有一個，你貪戀我的美色，想要對我圖謀不軌。我貪圖你的美色？王城裡美男比比皆是，你這般也只配做名家丁。既然不貪圖美色的話，那就只有一個原因了，你被我的才華所吸引。不是，真猜中了。我未婚，如果你想嫁給我的话，我是不会反对的。我知你甘願在趙府做名家丁，是因你父親身陷牢獄，你想救他，我可以幫你。原主父親因為河道潰堤，水淹2郡12縣，被入獄抄家，難道案子另有隱情？你能幫我？那就要看你是不是個賢才。來，停車！小王爺要見柳才女。我們家小王爺在醉香樓恭候您。我有要事要辦，改日再拜見小王爺。小王爺說了，若是你不去，那小王爺只能和你的好友孫小鸞玩玩。我去。哎，真的。这身材是真好啊，比那些天天去健身房练的女人身材還要好。柳大才女，你可真是難請啊！我屢次派人請你去我府上，你都不肯。每次只是碰巧約了人，今日也是剛好去了趙府，見過婉寧小姐。我聽說你現在在趙縣令的府上做一名養狗的家丁，誰能想到之前大名鼎鼎的紈絝子弟，現在是一名低賤的家丁呀？職業無貴賤，勞動最光榮嗎？職業不分貴賤。你這個低賤的東西還不趕緊滾出去！別打擾我和兩大才女的雅興。小王爺有所不知，我與他早有婚約，此次來寧州也是為了尋他而來。這個低賤的東西如何配得上你？家父向來重視婚約，即便他再落魄，我也要嫁與他。今日實在有事，改日再與小王爺一敘。我派人查過了，江南根本就沒有柳之韻這個才女，到底是何人呢？小王爺不相信我是才女，要我信你倒也簡單。我出上聯，你來接下聯。若是你接得出，我便信你；若是你接不出，那你就是假的。屆時我會讓你好好嘗一嘗我的手段，保證讓你終身難忘。小王爺，我可以證明，柳姑娘的確是才女。我們曾經一起吟詩作對，柳姑娘的才華着實讓我欽佩啊。她是不是真的，我會親自檢測。柳大才女，你可敢啊？有何不敢？小王爺，請出上聯。好，來人吶，請顧大才子來。這就是趙婉寧提到的那個大才子，長得真是對不起觀眾。小王爺，顧文浩乃是4大才子之首，這世間又有幾個人能和顧文浩對出下聯？我剛才說出上聯，並未提及說讓誰來出上聯。
其實呀，只要你願意當我的小妾，咱們倆這件事情就可以算了。你覺得意下如何呀？我既與他早有婚約，自然是不能與小王爺成婚。既然如此，我今天倒要看看你這個才女是真是假。顧大才子，出上聯吧。好，陶無煙，紅如履齒，吩咐刘英並坐。好。不愧是4大才子之首啊，出得精妙。刘小姐，请出下联吧。这上联红乳履齒，涉水探春之雅，且以流英并作，结情之妙。这上联放眼整個寧州城，也無幾人能對出下聯啊！顧大才子，你這是有意為難柳小姐。孫姑娘，你不愧是華妃啊，琴棋書畫樣樣精通，知我上聯之妙。柳小姐，不知你能否接出下联？柳大小姐，今日你若是接不出來，那就別怪我不客氣了。來人吶，將柳知韻給我押下去，送入縣衙，好好查一查他來寧州所為何事。等一下，誰說我未婚妻對不出來下聯的？就他這幼兒園水平的對子，還用不着他出手。怎麼？難道你能對出這下聯不成？當然。好，那這下聯就由你來對。你今天若是對不出來，就將你這個下賤的家丁亂棍打死。聽好了，秦霓潤，翠滴雙唇，歸來微雨童真。翠滴雙唇，有綠吹風折損之色感，收尾以微雨童真，其意境遠超上聯。這可是我苦思冥想了半個月方才得知，你怎麼可能當場解出？不可能，這絕對不可能！只能說你徒有其表罷。小王爺，上聯既已對出，我們就先走了。哼，我說你贏了嗎？剛才不是你接的，不算。老婆，我就知道他會說話不算話，還好我有備選方案。大家快來吃瓜呀！小王爺要搶有夫之婦柳知韻啦！我倒是把你給忘了，你先前也是一個不要臉的主。我今日不屑跟你這種下賤的東西計較。我最喜歡的就是你這種有夫之婦了。遲早有一天，你會落在我的手裡。小王爺慢走。沒用的東西，我還真以為你才高八斗，沒想到你竟這般沒用。你害我今日白白丟了臉面。小王爺，肯定是他偷了我的下聯呀！你還在跟我狡辯？趕緊給我滾！滾！滾！小王爺，小王爺，小王爺，我真有一計，既能讓你挽回顏面，又能讓你抱得美人歸。說來聽聽。辦，趕緊去辦，去！秦霓潤，翠滴雙唇，歸來微雨童真。此下聯真乃千古絕句啊！像這樣的下聯啊，我隨隨便便就能寫出好多個。你喜歡的話，就送你了。就送我啦？送你了。你送我如此貴重的禮物，我真不知道該如何回報。這是我貼身的玉佩，王公子若是不嫌棄，還請收下。難道這是定情信物？還不快收下！孫小蘭此前可從未給過其他男人定情信物，你運氣好，被他看上了。哎呀，姐姐，好啦，我不說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便收下了。好香啊！沒想到你已經落魄到這個地步了，還這麼不思進取。
整日留戀在這煙花之地，真的是太讓人失望了。表姐听聞你在醉仙樓被小王爺欺負，特意趕來為你解圍，你可倒好。申宇，不必多言，我們走吧。哎，小姐，冤枉了，我是对上了顾文浩的上联，救了2位美女，他們感謝我的。婉宁，他所言不虚，多虧了他，否則我和小文两人都难逃小王爺的毒手。你是說他对上了顾大才子的上联？這怎麼可能？下联就在這裡，趙大小姐要是不信的話，可以仔細一看。這真的是你对上的下联？當然了，我一直深藏不露。但是今天小王爺要硬娶柳之月，那我迫於無奈，只好出手救他嘍。哎呀，其實啊，吟詩作对只是我众多才华裡面最小的一個優點。我擅長的其實是作畫，只需斬茶時間就可以把畫像畫於紙上。真的？那你可否為我畫一幅畫？詩雨，你堂堂一個大小姐，你怎麼能隨意讓人給你畫畫呢？我是青樓女子，不是大家閨秀，我不介意。王公子，不如為我畫像。你看我做什麼？你要畫便畫好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不客氣了。來人，拿木炭，我要用木炭作畫。啊？可惜是木炭条，你看，如果是畫笔畫，可能更栩栩如生。这真的是你用木炭所作，王少，真是绝世之才啊！去我那裡，为我也畫一幅。當然可以。其實我更擅長人體油畫。切，這心思全用在這青樓女子身上，真是不如顧大公子。吃醋了？這樣，回頭我給你畫一幅水彩的，保證比這個栩栩如生。我才不要呢！詩雨，我們走。王公子，您的才華可真的是令人欽佩啊！明日我與幾位才子佳人有一場詩會，還想你去參加。一看這貨就沒安好心呢，誰知道打什麼鬼主意？不好意思啊，我就是一個家丁，最近很忙，沒空。你剛才的冒犯，向你表示抱歉。我也是迫不得已，不是有意而為之，卻不想王公子才高八斗，精神煥發。不是獻殷勤，非奸即盜。這詩會啊，我不感興趣。這家伙不肯去我那邊，那我的計劃豈不是要落空了？有了，趙小姐，你是否願意參加詩會啊？我的榮幸，自然願意。有，我今日有要事要辦，你跟我走。你是趙府的家丁，你就不擔心你家小姐到我那邊的安危嗎？行，我去。哎，小姐，李通這個紈絝倒是好對付，若是其父親寧王對我產生懷疑，那就麻煩。是在下辦事不力，沒有隱藏好大人的身份。此事與你無關。我此次來寧州，就是為了暗中調查低匱之事，而王陽就是關鍵人物。現在顧文浩邀請他去詩會，恐怕別有目的。已派人前去打探一下消息。是。各位，今日詩會我請了趙府的王陽。這個不就是那個廢物王陽嗎？聽說他家被抄家之後啊，這個廢物就沒人要了，差點餓死。咱們要請這個廢物來，別說過詩了，就連寫自己的名字
恐怕他写不好吧？拿着文浩兄的诗冒充自己所作，还欺骗赵小姐，真是无耻之徒！哎，各位，我就是赵家的一个小家丁，我今天来呢，主要是陪我们家小姐参加诗会的。你手往哪放呢？你这走。嘿嘿，上一边去！我。那个人就是王阳，接下来的事情就看你了。那公子可别忘了，纳我为妾。事情办完了，肯定纳你为妾。公子等我的好消息。公子，快来下。我们认识？公子，我是顾文浩的贴身婢女云香。当初公子父亲王总督对我有恩，我一直铭记在心。公子，随我到后面，我有证据，或许能帮王总督洗脱罪名。原主父亲是河运总督，因为河道决堤被下狱治罪。若是能洗脱罪名，那我就可以继续当官二代。带路。哎，表姐，你看，他们这是要去哪啊？不知道。走，我们去瞧瞧。好。二位小姐，要不我新做了首诗，快去瞧瞧。好吧。带我来卧室干什么？证据就在里面，我去给你拿过来。这娘们儿还勾引我？王阳，你给我住手！王阳，你给我住手！公子，他对我欲行不轨。王阳，我敬佩你的才华，才邀请你来我的静心雅舍參加詩會，沒想到你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對我的丫鬟欲行不軌，真是令人不齒。像他這個無恥之徒，就該活活打死。合着你倆跟我玩仙人跳呢？明明是他騙我來此地，說有證據可以給我爹翻案。再說，我就算真想欲擒故縱，那我也找趙婉婷啊！你可以侮辱我的人品，你不能侮辱我的審美吧？你這個鄧禿子，現在都到這個時候了，你居然還說這種話！姐姐，我覺得他說的對，我們本身就比這個丫鬟好看數百倍。不許胡說。我覺得這件事肯定是有什麼誤會。不如這樣，你讓我把他帶回去調查一番，到時候我一定給顧大才子一個交代。趙學，他對我的丫鬟欲行不軌，這可都是事實啊！此等惡劣行為，必須報官。來人，是。把他給我帶下去，帶到縣衙。哎，不用，我自己去。我去縣衙不僅要證明自己的清白，我還要告顧大才子誣陷之罪。好啦，我就知道你心裡有我。你這個人可真惡心！你也下去。來人，公子。是。公子呢？公子讓我有話和你說。公子說你必須死。這表姐，你就幫他和舅舅求求情，
讓舅舅放了他吧。我不信他会對那丫鬟圖謀不軌。父親身為知縣，斷然不會冤枉他。若是他沒做，自然沒事；但若是他做了，那自然要承擔責罰。小王爺到！哎呀，小王爺怎麼來了？我聽說知縣府上的家丁犯了法，擔心知縣有所庇護，所以才來旁聽。趙知縣不會反對吧？當然不會。哎，來人，給小王爺看座。大人，就是他，在光天化日之下对我的贴身丫鬟欲行不軌。大人，你可得為我的丫鬟做主啊！那你的丫鬟現在何處啊？他被此等禽獸侵害，沒臉見人，已經投井自盡了。大人，你一定要嚴懲此等兇手，伸張正義啊！你可知罪啊？哎呀，青天大老爺啊，我冤枉啊！这一切都是顾文浩这個卑鄙小人的設局陷害我呀！你說我陷害你？在場的所有人可是親眼所見，你對我的丫鬟欲行不軌，證據確鑿。沒錯，我們親眼看見你這個卑鄙小人對芸香不軌。這，趙知縣，按照我朝律法，這光天化日意圖不軌之人死，該判什麼刑罰？當場。好，那就請趙知縣判處其斬刑吧。趙知縣，這證據確鑿，難道你想袒護你家的家丁不成啊？小王爺，我身為縣令，向來秉公斷案，絕不會包庇任何人。既然如此，那還在猶豫什麼呢？此事疑點重重，我親眼見到芸香將王陽帶走了，還請明鑑。我就知道趙婉明心裡有我。都這個時候了，他還有心情調戲我，真是個好色之徒。趙小姐，這家丁可是你們趙府的人，你所說的話呀，不足為信。小王爺所言極是，整個寧州城都知道，這王陽是被趙小姐一碗粥救的。這王陽呀，就是趙小姐養的一條狗而已。我曾仰慕你的才華，以為你是絕世之才，卻不曾想你的品行竟如此不堪。住口！這裡是縣衙，容不得你放肆。此案與你無關，快退下吧。父親，退下！還有何話說？殺人償命，欠債還錢，這些都是天經地義。若是那個丫鬟因為我投井自盡，我願意償命。好，既然你已經認罪，那就按照我朝律法將你下獄秋後問斬。来人，押入監牢。哎，知縣大人，我什麼時候認罪了？你不認罪？當然不認了。現在就是顧文浩的一面之詞。況且我來之前那丫鬟活得好好的，怎麼突然就投井自盡了？我不信。那就讓仵作驗屍，傳仵作。參見大人。大人，我已驗過女屍，其確實為丫鬟芸香，全身無外傷，口中有水中無物，死因斷為溺亡。你可聽清楚了？還有何話要說？我聽清楚了，大人，我有事要問仵作。就憑身上無外傷，就判定是溺亡，是不是太草率了？你這是在懷疑我的專業？我當仵作20年，從未出現過差錯。那這一次你就錯了，他是先被人殺死，然後扔進井裡，所以斷了是溺亡。你區區一個趙府低賤的家丁，竟然敢在這裡質疑仵作，還說芸香是被掐死然後扔進井。你親眼所見不成？大人，此等犯人必須用重刑才肯招供啊！顧大才子所言极是。趙縣令，你這遲遲不肯動用重刑，難道是因為歧視你的家丁，想要袒護不成啊？王爺，我這就對其动刑，一定讓其招供。来人，用刑。是。哎，大人，我還有話要说。老婆，你再不来我就玩完了。我不是他老婆，你們不用看着我，他只是我的一個下人而已。別喊了。知縣，我可證明，芸香是窒息而亡。這不是那大才女柳知韻嗎？她怎麼會是那個紈絝的老婆？我的媽呀，沒有天理啊！
老婆，你要是再晚来一點，我們就要一養兩個了。鬆開手。表姐，他們什麼時候成了夫妻了？這我哪知道？本官正在審案，未經本官傳訊，閒雜人等不得擅入。大人說的是，此乃公堂，怎能輕易闖入？我可是王陽未過門的妻子，怎能是閒雜人等？对，她可是我的妻子，眼看我要被屈打成招，当然要帮我洗清罪名了。放肆！本官何時屈打成招了？怎就不是？断案需求證据，你却在沒有證據之下，卻要動刑，這不是屈打成招。顧文浩等人親眼看見他意圖對雲香不軌，雲香姑娘不堪其辱，投井自盡。仵作也證實，雲香全身無傷，口中有水中無物，實乃溺亡。人證物證俱在，何來屈打成招啊？大人，那你可曾考慮過，仵作被人收買，驗屍作假？你可有證據？我親眼見到，雲香是被人掐死，那人將屍體扔入井中。我已讓人將殺害雲香的兇手抓了。好，進去。雲香屍體還在，仵作是否被人收買，只需派人再次驗屍即可。大人，請饒我這一次。還不從實招來！是他也堵寨要挾我，逼着我說謊。該女士脖頸有勒痕，乃是被人勒死後扔進井中的。你在誣陷我！大人，我是无辜的，我家公子可以為我作證。大人，他向來奉公守法，殺人這種事情他斷然不敢做呀。你家下人有沒有殺人？驗證方法很簡單，只需將他的手放在死者脖頸淤青處，便可知有沒有殺人。我不要去，公子，救我！到如今你要還敢隱瞞，本官就要用刑了！來人，公子，救救我！我都是聽命於你啊！一派胡言！我怎麼會命令你去殺我自己的丫鬟？殺人滅口唄！你先故意讓丫鬟陷害我，然後再殺人滅口，死無對證，還可以砍我的頭，一箭雙雕啊！你胡說！我全招，都是顧文浩指使我的。下人殺人還誣陷主子，該殺！還有這個王陽，光天化日下竟敢對丫鬟圖謀不軌，也該殺！趙縣令，你怎麼看？此案跟顧文浩脫不了干係，我認為應該將一干人等全部關押審訊，恐怕背後還有主謀，應該將主謀一併揪出來。大人，我認為此次案件就是我的下人對丫鬟心生歹意，是手案殺了雲香。小王爺，你怎麼看呢？我還有鑰匙，該怎麼判，由知縣決定。本案已經審結，將殺人兇手投入大牢，秋後問斬。我很好奇，你怎麼知道雲香不是跳井自殺，而是被人殺？嚯，這可是仙人跳啊！他是故意陷害我，怎麼可能會自殺？擺明了是顧文浩想弄死我，找人殺了他。有點道理，那你怎知我一定能救你？那更簡單嘍，我對你有用，所以你肯定會來救我。那你可曾想過隨我去王都？這個……等等，他是我趙府的家丁，沒我允許之前不准隨意離開，隨我回府。真是吃醋了，就知道他捨不得我。好嘞，大小姐。他應該就是陛下要找的人。陛下，這是柳之韻從寧州送來的密信。好，果然沒讓朕失望。他已找到朕要尋找的賢才，竟然是河道總督王世恆的兒子王陽。不是說王陽是個不學無術的紈絝子弟，連名字都不會寫嗎？這才是王世恆聰明之處。若是王陽聰明，早已和王世恆一起在獄中了。只有裝作不學無術，才能逃過一劫。那陛下現在還深信王世恆與決堤之事無關？他是河道總督，不管出任何責任，河道決堤，他都難逃其責。不過，朕認為這背後必定另有隱情，
去給柳之韻傳書，讓他將王陽帶到王都。朕要見一見這個王陽。是。好了嗎？哎，別動，馬上就好了啊！你來了，你稍微等一下，馬上就畫完了啊！誰要來找你畫畫的？我是來找你有事的。好了。好美啊！真的有這麼美嗎？你比畫像中的更美。我告訴你啊，你可千萬不要对我表妹有任何其他想法。你想什麼呢？她是我的小迷妹，我怎麼可能對她有非分之想啊？再說了，如果讓她得到我，她不会珍惜的。這叫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。切，哼！你和柳之韻是怎麼回事啊？什麼時候成為夫妻的？她仰慕我的才華，想要嫁給我。啊，你先把臉側過去，這樣畫起來好看。我什麼時候讓你給我畫畫的？你要給我畫也不是不行，但是你聽好了，我可不會任你擺布的。小姐，老爺來了。我爹怎麼來了？你一個大小姐的下人放你幹嘛？讓別人知道了，別人只會說我家教不嚴。我知道了。哼，好好讀聖賢書，卻將心思用在這種無用的東西上。你雖然沒有下獄，但你得罪了小王爺，我趙府不敢留你了。趕緊去帳房領了工錢，收拾東西走吧。父親，這件事情跟他沒有關係，是顧文浩陷害他的。難道你以為我不知啊？但你要知曉，此事分明和小王爺脫不了干係。早就提醒過你不要將他留在府中，可你偏不聽我所言，執意將他留下。我現在要是離開趙府，肯定被糜通找人弄死。真當我傻？就算要走，要過幾天悄悄走。感謝老爺和大小姐的收留，那我先去收拾行李了。哎呀，你沒事吧？春桃，快去找大夫。是，我現在就去。父親，他現在的父親已經入了趙獄，他現在生病了，這件事情過段時間再說吧。你看不出來他這是？老爺，令王和小王爺要見老爺。他們怎麼來了？走。喂，我父親已經走了，能不能別裝了？起來。沒事吧？喂。我告訴你啊，你如果把今日之事說出去，我跟你沒完。会。你發誓？我發誓，如果我把跟大小姐親嘴的事情，你不許再提。我會負責的。不是，你還提？我告訴你啊，趕緊把今日之事給忘了。知道了。對了，寧王今日前來，恐怕是因為你的事情。我出去打探一番，若是情況不妙的話，你趕緊離開這兒。多謝大小姐。哎呀，見過王爺。趙知縣，本王今日帶通兒來呢，是向你請罪的。王爺折煞下官了，下官區於地方小吏，世子身份尊貴，下官不敢逾越。哎，通兒竟敢在縣衙干涉趙知縣審案，本王知曉後已經痛罵他。通兒，快給趙知縣請罪。是我不該干涉知縣審案，還請趙知縣原諒我的年幼無知，原諒於我。小王爺今日只是旁聽，從未干涉下官審案。走。趙知縣啊，通兒見過令愛後，念念不忘。本王想，不如我們兩家聯姻呢。本王想，不如我們兩家聯姻呢。王爺說笑了，小女出身低微，哪裡高攀得起小王爺啊？你不願意啊？小王爺出身高貴，小女實在是高攀不起，還請王爺恕罪。本王聽聞你和前河道總督王世恆是舊友，現在還把他兒子收留在府中，看來趙知縣對王世恆一案心有不滿呀。王爺，他是差點餓死在趙府門口，小女心生憐憫，這才讓其進府做了一名家丁。若是依我本意啊，我是不想讓他留在府中的。那你如何看王世恆一案呢？
身為河道總督，貪污枉法，致使河道潰堤，災民數十萬，他罪有應得。說得好，本王敬重你的為人，所以才想讓我們兩家聯姻。有了本王做靠山，你就不會重蹈王家。王爺，王爺，王爺，民女高攀不起小王爷。放肆！没看我跟王爷正在商谈要事嗎？女孩家家的，誰准許你擅自闖入的？既然來了，就聊一聊吧。和童兒倒也般配，雖然出身差點，也是知縣之女，勉強可以做個側室。等日後童兒封王，你就是側妃了，可以盡享榮華富貴。民女現在早有婚約，不能嫁進王府，還請王爺恕罪。早有婚約？趙知縣為何沒聽你提過？因為和民女有婚約之人，是趙府的家丁，王陽。王陽？怎麼又是他？我先前看好的柳知韻也與他有婚約，現在你也與他有婚約。好啊，這個低賤的家丁，他憑什麼和本師弟搶？童兒，這裡是趙府，給趙知縣留幾分薄面。趙知縣，真如令愛所言，他和罪臣之子有婚約？那都是舊事了。之前確實提過，但現今王家被抄家，下官肯定不願小女嫁給一個家丁啊。這就對了嘛。那王陽可是罪臣之子，怎麼能把令愛嫁給他呢？是，不如我們定個日子，把令愛嫁入我們王府。王爺，我早已與王陽私定終生，非他不嫁。住口！我趙家的臉都被你丟盡了，罰你半年不得出閨門。不要做樣子了，既然不想和我們聯姻，本王不強求。謝王爺體諒。河道潰堤，災民數10萬，寧州城外就有大批災民需要救助。身為知縣，理應籌款救災。下官早已上報朝廷，朝廷的賑災糧來了，恐怕早已餓殍遍野。本王限你7日之內，籌款20萬兩銀子用於救災，否則本王因為你救災不力，將你治罪。王爺，7日之內，下官實在無力籌集20萬兩賑災款吶，您寬限。那是你的事情。童兒，我們走。王爺，不識好歹，哼！是婉寧不好，是婉寧差點連累了父親。與你無關。寧王想讓我依附於他，寧王野心很大，為父自是不願意成為其一黨。臉不疼了吧？去把王陽叫來，就說為父有要事找他。是。父親，老爺，打開看看。這前3倍可比法定賠償價要多太多了，還是古代大戶人家好啊，前3倍都給得多。老爺，其實用不着這麼多，不過既然老爺執意要我走呢，我現在就去收拾行李。這些錢足夠你和婉寧生活了，現在就帶她離開寧州，不管發生什麼事情，都不要回來。啊！父親，我不走，我要留下來陪着父親。方才你也聽見了，寧王讓我7日之內籌備20萬兩賑災銀子，莫說是7日，1個月也籌備不起。屆時寧王是不會放過我的。都怪我，如果不是因為我拒絕嫁給李通，寧王也不會為難父親。我願意嫁給李通，為側室。不怪你，是為父不願助紂為虐。你過來。哦。既然婉寧和你私定了終身，我就把她托付給你了，你萬不可負了她。走吧。我和他私定終身，就因為我剛剛和他親了嘴，我就有了一個漂亮老婆，我這是劫底附身了。父親，我不走，
我一定會想辦法籌齊那20萬兩銀子的。那是我的金子啊！你現在離開趙府吧。當然不能啦！你當初救了我一命，我現在離開我不成白眼狼啊！再說了，7天籌20萬也不是什麼難事。你真的有辦法7天籌到20萬兩銀子？你還以為你是河道總督之子啊？你是罪臣之子！別說20萬兩，2兩銀子你都借不到。我什麼時候說要借了？借錢是要還的，是挣20萬两。我還以為你真的有辦法，沒有想到你只是信口胡說。你還是走吧，實在不行，我願意嫁給李通為側室。小可憐，你別哭了，你哭得我都心疼了。其實想要7天之內籌夠20萬兩銀子，只需要給你辦一場招親大會。誰說我要舉辦招親大會的？你都答應嫁給李通了，給你舉辦個鬥詩會招親，又能怎麼樣呢？你不想辦，不會是你想嫁給我吧？一派胡言，誰會願意嫁給你這個登徒子啊？哎呀，我怎麼就沒想到公開招婿啊？天下才子眾多，若是能為宁兒覓得一位佳婿，我也就放心了，總比跟着不成器的故人之子要强100倍呀。你倒也沒必要貶低我吧？活該，自作自受。我現在就去籌備鬥詩會招婿，寧兒，貴婦一定為你覓得一位佳婿。好啊，好主意。你就這麼討厭我？寧願讓我嫁給別人，也不願意娶我。你就這麼討厭我？寧願讓我嫁給別人，也不願意娶我。我不是這個意思，從你當初施粥救我的那一刻開始，就喜歡上你了。你知道你和星星有什麼區別嗎？什麼差別啊？星星在天上，而你在我的心上。那你為什麼還要父親給我舉辦招夫大會啊？只有如此，我才有機會能娶到你。誰說要嫁給你了？你別白日做夢了。我只是在擔心，萬一招夫大會的冠軍我要是不喜歡怎麼辦？放心，我也會參加招夫大會的。如果冠軍不是我，那你就死吧。是，你真的能在7日之內籌到20萬兩銀子？不是籌到，是賺。你如果真的能賺到20萬兩銀子，幫我父親渡過難關的話，我願意嫁給你。他們家還平時去哪兒？沒聽說有事兒啊！哎，開門了！開門了！哎，開門了！鬥詩會實行報名制，不限年紀，不限男女，報名費10兩銀子，獲得冠軍者可成為我趙府女婿。哎，這是招婿啊！真要選女婿啊！我要報名，我要成為趙家新的女婿！我要去招兵，我要报名！父王，父王，趙浩轩那個狗東西在辦什麼鬥詩會招婿，門票要10兩銀子。不是說趙婉寧和王陽已經私定終生了嗎？這依我看，那狗東西就是故意針對父王您啊！這是好事啊！我正愁沒理由治他的罪呢。他身為寧州知縣，當眾斂財，理應治罪。好，我這就帶人去把那狗東西抓起來。哎，我親自去。父王，区一個知縣，用不着您親自去。我要當众斩了他，以儆效尤，讓宁州官员知道，不跟着本王，下場只有死。你竟然还有脸在这躺着？是你給趙知縣出的馊主意，讓其收取10兩銀子的報名費？不，這怎麼能算是馊主意呢？我這是在籌賑災款。就算是以賑災的名義，可他身為寧州知縣，有斂財之嫌，此事若是讓寧王知曉，趙知縣是有生命危險的。不是吧？這就收個報名費
就有生命危險，這也太扯了吧！寧王駕到！宁王滿臉殺氣，你最好是不要亂動。你不知王爺会來現場，下官有失遠迎。你身為堂堂知縣，當眾斂財，知法犯法，罪加一等。按照我朝律法，杖你30軍棍，再拿去法辦。来人，把他拿下！哎，慢着，宁王殿下，我家老爺身為朝廷命官，您就算跟他有點私怨，那要缉拿朝廷命官，至少也得有證據才能服眾啊！这個下賤的家丁有什麼資格跟我父王說話？來人吶，把這個下賤的東西給我亂棍打死！在王都時就聽聞寧王以賢德聞名，寧王若是想要治趙知縣的罪，想必然也能拿出服眾的證據。趙知縣當眾斂財，這個證據還不服眾嗎？哎，王爺，我家老爺可沒有斂財啊，每人收取10兩銀子，還不是斂財？那10兩銀子是用作賑災的，規則上都寫了，10兩銀子用於賑災款，用於救助災民，最低10兩，多捐不限。要成為我的女婿，須得有濟世之心吶。若是連為災民捐款都不肯，那這樣的人沒有資格報名成為我的女婿。我剛才怎麼沒看這塊牌子？這分明是你們才放的。小王爺方才來過了，那小王爺肯定是來捐款的吧？我家老爺捐了100兩銀子。那以小王爺的身份，怎麼着也得1000兩吧？你好啊，現在竟然訛上我們王府的錢了！我現在就把你這個下賤的東西打死了！哎，不得胡鬧，退下！原來是誤會啊！既然是為了賑災，那本王應當傾盡全力效勞。本王願意捐出2000兩銀子。父王，總不能就這樣放過那些廢物吧？為父什麼時候吃過這種虧？擺明就是趙浩軒，為父下的財，這就去殺了那個老不死的！哎，身為世子，怎麼能做出這般事情呢？我們總不能眼睜睜地咽下這口惡氣吧？鬥詩會冠軍是趙浩軒的女婿，你讓顧文浩也去報名拿下冠軍，到時候跟趙浩軒女兒成親時，新郎換成你。我怎麼就沒想到呢？還是父王英明神武，我這就讓顧文浩去報名鬥詩會。本少爺報名，趙小姐的夫君只會是我。4大才子之首的顧文浩也參加，這次鬥詩大會的冠軍非他莫屬。那也不一定，為了趙小姐，我必定會拿下冠軍，抱得美人歸。文浩兄，你怎麼來了？你不是對趙小姐沒興趣嗎？我並不是為趙小姐而來，我只是想為賑災盡自己一份薄力。我願意捐出500兩報名費。哇，好，公子高義。既然是賑災捐款，那我們就收下嘍。你可以走了。我還要報名參加詩會。哎呀，說白了，當了婊子還要立牌坊。我覺得我臉皮已經夠厚，跟你一比，我真是自愧不熟啊！你少在這譏諷於我。我尚未娶妻，欣賞趙小姐才華，想娶趙小姐，那是天經地義的事兒。有何不妥啊？我呸！你殺害貼身丫鬟，陷害於我，還想要參加鬥詩會，我不同意。說得對，他不能參加。誰說他不能參加？鬥詩會規則說了，只要單身不論老少，都可以報名參賽。我把趙縣令叫過來，你仔細問問清楚。那倒不必了。既然小王爺開口了，他自然能夠參加。你呀，要時刻記住自己的身份，你不過就是一個低賤的狗奴才。听說顧文浩也報名了。是啊，他可是江南才子之首，若是他也參加報名的話，那這次冠軍豈不就是他了？放心吧，
有我在，拿不了冠軍。我和知韵一致認為，單單只靠那報名的10兩銀子，遠遠湊不齊那20萬兩賑災款的。這個辦法絕對不行。就算你能用賑災的名義收取10兩銀子的報名費，可報名者最多100餘人，總計不過數千兩銀子，這遠遠不夠。我也沒指望真能掙夠20萬兩，只不過是個引子，引顧文浩下場的。我知道你們好奇，詩雨，給我安靜。好。不是你就別賣關子了，能不能好好說啊？沒有顧文浩，這鬥詩會怎麼會有人看呢？我準備賣門票回本，就像王都勾欄瓦舍那般，付費入場。對，不愧是我老婆，一點就透。來，嘴一個。我來幫你按肩吧。我錯了，走，不敢了。繼續說呀。我準備辦5場鬥詩會，每一場觀眾能有幾千人，這樣每人門票的話就收10萬。可是這也只是1000兩銀子，距離20萬兩銀子，這還遠遠不夠啊！這你就不懂了吧？這是我的初創資金，我打算用它買糧食，掙他個20萬。哎呀，這王爺怎麼還不來呀？王爺，坐。謝王爺。知道本王叫你們來幹什麼嗎？王爺一定是為了寧州糧價上漲一事，這我等也是沒辦法呀。趙知縣近日大量採購賑災糧，這才導致的糧價上漲。趙知縣一出手就是1萬擔糧食賑災，我們本來庫存就不多，只能漲價到100文。王爺，我等商量過了，趙知縣為災民大量採購賑災糧，我們願意降價5文錢。趙知縣以賑災的名義買糧食，你們不僅不用降價，還要漲價。這，王爺，真的要漲糧價？災民大量湧入寧州，寧州的糧食本就不多，現在趙知縣又大量購買糧食，導致糧價上漲，寧州百姓買不起糧。王爺所言極是，我等這就漲價，之後還望王爺多多照顧啊！把箱子抬起來。來，抬進去，再穩點。本王體諒你們不容易，儘管放心，本王不會虧待你們的。謝王爺，謝王爺，那我等就告辭了。哎。嚯！没想到赵浩軒那個蠢東西，竟然幫我們賺了這麼多銀子呀！趙浩軒不會歸順我。本王定不能留他，本王倒要看看他有什麼招數。這些銀子還遠遠不夠，本王要的是朝廷的賑災款。只要賑災款到我手裡，我就能打造一支天下無敵的雄兵。那個，有事跟你說。哎呦！成何體統，成何體統！趕緊穿起來！父親，你怎麼來了？你剛剛不是給災民發賑災糧去了嗎？我就是來找他的。啊！出事了！糧商漲價，買的糧食少了。沒錯，那些糧商連夜漲價，本來說好的賑災糧80文，現在漲到了130文，這就是一幫奸商發國難財。意料之中，資本家嘛，都是為利。怎麼辦呢？那就多賺點唄，不就買得起了？道理我懂啊，先前籌備的銀子都用來買糧食了，門票賣的又不好，可賣票的不過是500人，遠沒達到你說的1000餘人。那就是吸引力不夠，得增加籌碼。加什麼籌碼？抽獎，每張門票上印一個號碼，會抽中一個號碼。中獎者得100兩銀子，100兩銀子，我的家產都用來買糧食了，我拿不出100兩銀子了。抽獎是有黑幕的，我們可以讓自己人中獎啊。說什麼呢？
本官堂堂正正，你这是使诈，你这是骗人。哦，那我就没有办法了，等你我来抓你吧。贤侄啊，这事儿你去做，你跟婉宁已经定了终身了啊，现在也做我的家婿了，这么重要的事儿，只有交给你，我才放心啊。哦，何人我来做了。老婆，你怎么看？我不知道。此事就这么定了，我去处理别的事儿。继续。继续。真是人间尤物啊！人间尤物是何意啊？就是说你美得像仙女。那我是不是人间尤物呢？你是人间飞机场。飞机场是夸我很美吗？啊，对了，我要去醉香楼一趟。你去那儿做什么？喝花酒。王公子难得来醉香楼，今日我一定把王公子陪好。我倒是也想跟你喝两杯，只可惜今天我是来找柳之玉呢。你若是要找柳之玉，应该去他的住处，而非醉香楼。我知道他在醉香楼，我有要事要找他，带我去。好，我带你去找人。你还知道些什么？自己人，别见血了。放下他。放开他吧，他应该猜到我是谁。都自家人，以后别用刀了，万一弄伤了手，我会心疼的。你找我做甚？帮我个大忙吧，让宁州的城防军只听知县。先不说我能否办的，即便是我能办的，我又为何一定要帮你？你是否覺得我很坏？我這麼做不是為了我自己，是為了女帝。和女帝有何關係？我在賑災，幫女帝籠絡人心。你是怎麼知道我是女帝的人？你說能幫我父親翻案，當今能幫我父親翻案的人只有女帝。你幫我不是因為喜歡我，而是因為我能幫到女帝。你把自己看得太重要。哼。為何之事，我父親只是背鍋的，其中另有隱情。但現在寧州城外有10幾萬災民，若是得不到救助，引起民怨，恐怕就有人要趁機對女帝發難。我雖是女帝的人，但寧州城防軍怎肯聽我一語？況且此次我來寧州，只是為了打探情報而已。我當然知道，所以我不是要你出面，而是讓女帝的親信來寧州。如果時間及時的話，她不用出鎮在我，就能救助災民，安撫人心。你當真是為了女帝？如果我說我是為了你，你信嗎？當然不信。那你又何必問原因呢？你只需要知道我這樣做會讓寧州百姓感恩女帝，這就夠了。好，那我就幫你一次。不過我可不敢保證女帝是否會派人。放心，女帝一定會派人來的，她沒有其他選擇。父王，這朝廷來的密報，那個丫頭剛當上女帝，就已經有削藩的想法，不知天高地厚。還是父王有遠見，已經料到女帝會削藩，早有準備。若是女帝真敢削藩，父王就許她稱帝，屆時我可就是太子了。時機未到，我們還要準備軍饷，大造兵器。我讓渭河決堤，除了讓百姓對女帝不滿，還要趁機拿到賑災款，用作軍費。孩兒明白。趙浩軒那邊如何了？那個狗東西要用鬥士會的門票抽獎，獎品為100兩銀子。這想必又是王陽那個狗東西出的餿主意。這可不是好事啊！父王，他們賣門票的錢連100兩銀子都不到。趙浩軒若是想指望這個，籌集20萬兩銀子，真是愚蠢！我怎麼會有你這麼愚蠢的兒子？趙浩軒是要買糧食救助災民，到時候他就說銀子已經買了賑災糧。父王，
那我們現在該怎麼辦？我們要阻止他們賣門票嗎？趙浩軒打着籌款賑災的名義，我若阻止，會給人留下阻止賑災的口實。趙浩軒虧水，但是他怎麼也沒有想到，此舉不是幫了我大忙。父王，你此話何意啊？趙浩軒買賑災糧，勢必會讓糧價越來越高，糧價漲到天價，寧州百姓都買不起，他們會怪誰？哦，他們當然會怨恨趙浩軒。哦不，他們應該怨恨女帝，認為這一切都是女帝的錯。父王為父苦心培養你啊，果然沒讓為父失望。到時候民怨沸腾，咱們再找人煽風點火，這寧州可就亂了。我正好以平叛為由起兵。父王，英明神武，去讓2大梁上來見我。见过宁王。據本王所知，朝廷的賑災糧暫時到不了。趙知縣有大量購買賑災糧，導致糧價上漲。是啊，可我們的存糧也不多了呀，糧食的價格還在上漲，我們已經盡力穩住糧價了。本王明白，所以為了避免城中無糧，你們再漲價50文錢，不得低於180文。再漲50文？是，你有問題？哦，沒有，我是怕我聽錯了。我等願意漲價。你們不得低於180文以下，否則別怪本王不客氣。這180也太貴了，這已經180文了呀！啊，我怎麼買得起啊？這讓我們都沒有活路啊！對呀，知縣大量買糧，用於救助災民，導致糧價大漲，災民們有吃的，那我們買不起呀，我們沒得吃了。我們也是災民，我們要吃糧食。對呀，就是啊，我們也是災民，我們要吃糧食，我們要吃粮食，我们要吃粮食，大家分粮食。我們都沒糧食吃了，這趙知縣還在以選婿的名義斂財，聽說就是他下的令，讓糧上漲價的。身為我們的父母官，這是要餓死我們的。是啊，大家一起找趙知縣討個公道。走，討公道，討公道。哎，瞧什麼呢？哎，他就是趙府的家丁王阳，就是他让趙知县大量购買糧食，導致糧價上漲。大家不能放過他。老爺，你怎麼來了？剛剛外面如此喧鬧，是發生什麼事了嗎？哦，外面買不起糧食的百姓在趙府門口鬧事呢，他們好兇哦，要刀打我，還好我跑得快，不然差點讓他們給打死。現在外面的糧價上漲，城中的百姓也買不起糧食。我父親雖然身為知縣，他們來到趙府也是沒錯的。我父親現在不在府中，我這就出去跟他們解釋解釋。哎，你可不能露面，這擺明了是人家在背後搞鬼，你要是露了面，那不正中他們下懷。表姐，他說的對，你不能露面。可是，也總不能讓他們繼續在外面鬧，不理不睬吧？這樣的話，只會讓他們的怨氣更加重。放心吧，爹馬上就回來了。趕緊跟我走。父親，你要帶他去哪兒啊？還真是女大不中留了啊！你這還沒過門呢，就站他這邊了。父親，我只是在擔心父親，別生氣。還不是因為賑災糧嗎？還不是因為賑災糧嗎？因為買了賑災糧，導致糧價上漲，城中的百姓都買不起糧食了。好了，父親你別生氣，先坐。來，別生氣。我方才對趙府門口的百姓說，朝廷的賑災糧馬上就到，他們這才散去。可朝廷的賑災糧是遙遙無期呀！現在糧價漲到了180文，我們也買不起糧了。那就掙更多的銀子，有什麼好擔心的呢？那樣只會推高糧價。寧州城內糧食有限，朝廷賑災糧又遲遲未到，我們哪怕籌集再多的錢，也只會讓糧價越來越高。父親所言極是，現在糧價上漲，即便是我們籌到再多的錢，我們一樣籌不到賑災款的。我可沒有說要賣糧食，現在糧價已經漲到一個高位，要想讓它降下來，就得找利好消息。利好消息，這倒是一個新的詞彙，是指好消息的意思嗎？還得是我老婆聰明，無師自通。來，嘴子。
偏執，還是聊聊你的想法吧。現在擺明是有人在背後搗鬼，故意抬高糧價，讓我們買不起糧食。我曾經見過糧商讓他們降價，可他們不降反漲。這背後一定是寧王。那就尋找利好消息，將寧州的糧價漲到天價的消息散布出去，那麼外地的糧商就會蜂擁而至，到時候我們就買得起糧食了。好計策，我這就去辦。跟你說啊，上次说是出那个试题是什么呢？差点给我拿上次出的题挺难的，这次我觉得怎么着也来，各位參賽者，一會兒啊，我家大小姐將會寫3個數字，存封起來，等到鬥詩會結束，將會公布這3個數的數字。大家呢，可以把猜的數字寫在門票上，猜中1個就能得白銀1兩，猜中2個可以得白銀50兩，猜中3個可以得白銀100兩。100兩，這多少錢一張啊？這個票價10文錢，多買多得。大家快去買吧！快買票！您这买票，行，買票，我先來的，這王陽只會這些小把戲，誰會願意花上10文錢去買一張空白門票？世子所言極是啊！等我奪得了冠軍，成為了趙知縣的乘龍快婿，定把王陽趕出趙府。你是不是忘了，這趙婉寧她只能是我的，你只是幫我取得冠軍，這新婚之夜還得本世子親自來。世子，你說的對，是我說錯了。這沒什麼好看的了，本世子先走了。我也要買票，10張，來2張，10張，哥們兒，我要100張。我就想討一個好彩頭，那區區白銀我都不在意的。我給你這錢，現在糧價上漲，大家有錢不應該是搶糧食嗎？可是為何要搶這個空白門票啊？這你就不懂了，這叫賭徒心態，以小博大。現在糧價夠高了，10文錢又買不了糧食，還不如搏一搏，萬一中了100兩銀子呢？可是萬一我們寫的都被他們猜中了怎麼辦？所以我才讓你寫10、20、30，他們肯定不知道能寫負數。10還是很容易被猜中的，這就是關鍵了。如果所有人都不中的話，他們會對我們有意見；如果少部分人中獎，再大肆宣揚一番，沒中的人就會覺得自己運氣不好。你啊，真是個奸商！哎。這樣做可都是為了你啊！可是這是騙人的，我總感覺不好。唉，這麼做也是為了賑災嘛。我知道。對了，一會兒我得去找一下柳智月。你為何要去找他？我是為了那20萬賑災款，這門票啊。和抽獎都是小打小鬧，真正掙錢的還是賭，誰才是鬥詩會的冠軍。投顧文浩者賠贏率為10倍啊！鬥詩會的冠軍非顧文浩莫屬啊！我押顧文浩贏。這醉香樓今天真是要賠大了，這賠率都到3倍多，我傾家蕩產也要押顧文浩贏啊！誰說顧文浩會贏的呀？這不是王公子嗎？今日怎麼到我們醉香樓來了？我聽說你們醉香樓為冠軍設了賠率，我身為參賽者，自然是要看看自己的賠率是多少嘍。我可是很看好你的，還是你有眼光。這是我全部身家100兩銀子，我押顧文浩上。去！你不挺有信心的嗎？幹嘛還押顧文浩冠軍啊？我押誰贏關你屁事！哎，王公子，一會兒進去，我陪你喝一杯啊。等我贏錢了，幫你贖身。
喂，這比賽你就算是全贏了，也就幾百兩銀子，想贖孫姑娘的身，這是異想天開嗎？這不是？就是孫姑娘，我拿黃金100兩贖你的身，我拿1000两黄金贖孫姑娘。哦呦，好气派，公子好狠啊！这怎么就觉得他今天有家呢？这倒不错，尽快打造更多的兵器。龙山鐵礦要日夜開採。是。父王，那赵浩轩說朝廷的赈灾粮今日就會到達寧州，暫時穩住了局面。這可怎麼辦呢？這眼瞅着那些災民就要鬧事了，就差一步。為何決堤？水淹兩郡12縣。賑災糧怎麼可能輕易就到寧州？更何況，我已經暗通陳尚書，要賑災款而非賑災糧來寧州。那就好，我是怕那些賤民不鬧事，壞了父王的計劃。這些都在我意料之中。那些賤民們愚鈍，我已經派人將賑災糧1個月之內到不了寧州的消息給散布出去。這次我倒要看看趙浩軒如何應對。這個狗官竟然騙我們，說賑災糧會來，再這麼下去，我們都要餓死了。我們買不起糧食，已經2天沒吃飯了。求知縣，救救我們吧！救救我們吧！大家都要餓死了，這個狗官還高價買賑災糧。我們今天衝擊趙府，讓這狗官給我們個說法。對，沒錯。今天給我們一個說法。海門，給我們個說法，出來！海門。大家不要讓壞人蠱惑了，你們不為自己着想，也得為你們的家人着想吧。我們全家人都要餓死了，還怎麼為家人考慮？大家衝進去，讓那狗官給我們說法！衝啊！對，跟着說。我認識你，你是寧家的下人。你胡說！要想證明你是不是寧王府的人也很容易，把你外面的衣服扒了，看一看裡面的衣服就知道了。我是寧州的百姓。哎呀，馬上就知道了。扒！怎麼跑？我靠，跑得這麼快！現在糧價太高了，我們真的買不起啊！我們不是來鬧事兒的，我們是求縣令救救我們的。各位請放心，賑災糧已經到寧州了，知縣大人沒有騙你們。今天大家都能買到便宜的賑災糧。謝謝大人，謝謝大人，謝謝大人，謝謝大人。紅蓮並蒂，花開龍戲水。你真是越來越不正經了。哎，這怎麼能是不正經呢？男歡女愛，人之常情。趁現在沒人，我教你。婉寧啊，你先出去，我和賢侄有要事相商。好的，爹。你怎麼能說賑災糧到了呢？那些百姓現在聚集在縣衙門口，都要買糧。糧倉裡的糧是我們買來的賑災糧，是要給城外的災民的嘛。城外的災民是災民，那城內的就不是災民了嗎？那當然也是災民。那既然都是災民，賑災糧為何不能賣給城內的百姓呢？唉，現在看來也只能這樣了，將我們買的糧低價出售。哎，萬萬不可！咱們的賑災糧出售給城內百姓，只需低於糧商30文錢，150文錢出售。那怎麼行啊？那百姓還是買不起糧啊！咱們要的是賑災款，不出售糧食，怎麼來20萬賑災款呢？更何況，你就算把價格壓到100文錢以下，那百姓也買不到糧食啊！要想災民吃上糧食，就必須等外地糧商入場。若是糧食價格下來了，那外地糧商又怎麼會來呢？若是能讓寧州百姓吃上糧，就算我背負罵名又如何？聽你的。王爺，現在賑災的糧食下來了，導致糧價下跌，已經跌到150文了。王爺，你不是說賑災糧不會來嗎？
现在赈災粮來了，讓我們日子怎麼過啊？現在大伙兒啊都去買便宜的糧食，將來只怕會跌得更多呀。據說明日還要跌20文。哎呀，賑災糧，哼，那不過是趙浩軒用來穩住民心的借口罷了。賑災糧怎麼可能到？現在趙浩軒出售的都是之前給災民的賑災糧。哦，那他的存糧也不多呀。本就不多，他只是沒有辦法。其實這也是好事兒。你們找人假扮災民，把這些糧食買下來。王道要看看趙浩軒還有什麼辦法。王爺高明，這如此一來，這寧州的糧食可都在我們的手中啊！那些刁民想買，就只能從我們手中花高價來買，否則他們就等着餓死。說得對，你們只要聽本王的話，本王保證讓你們富可敵國。我等必然聽從王爺安排。趙浩軒的知縣當不了幾日了，本王已經把寧州之事傳信於朝廷，將他治罪。趙浩軒身為寧州知縣，竟然以籌集的賑災款項購買當地糧食，這糧價上漲到180文，民不聊生，恐有民變。朕已知曉，可還有別的本要奏？陛下，寧州知縣趙浩軒不僅牽涉賑災一事，他和渭河潰堤主犯王世恆還是至交好友。王世恆貪污治河款，又收取他人錢財，或許此事和趙浩軒也有關係。臣認為，應該將趙浩軒一併治罪。哼，渭河潰堤一案乃刑部之事，何時與你陳尚書有關係了？我聽聞陳尚書與王世恆有私怨，不知是否公報私仇？劉國公，我這是就事論事。再說，渭河潰堤一案，就算不提，寧州糧價上漲到180文的事兒，總該可以提了吧？陛下，趙浩軒以籌備賑災款為名，在寧州大肆斂財，又高價購買糧食，我怕趙浩軒和當地糧商也有勾結，請陛下治趙浩軒之罪。哼，此事朕會考慮。若沒有別的事，你二人便退下吧。臣告退。陛下，這是柳之運送來的密信。柳之運果然沒讓朕失望，他找到的王陽果然是絕世之才，能想到如此這般計策。若是如此，寧州災民之困可解。你拿朕的信，3日內到達寧州，讓城防軍聽從王陽命令，若有違者，等同作亂。是。這箱子裡是25萬兩銀子，大多數是下注顧文浩贏。你若是輸了，4倍賠你，醉香樓可賠不起。醉香樓的靠山呢，是女帝，這只是一個情報點。我第一次來醉香樓就知道你是幕後人。你就不怕我殺了你？我跟你是一邊的，況且我還指望你幫我父親官復原職呢。那就要靠你了。我可以帶你引薦女帝，但需要證明你是否是女帝需要找的賢才。放心，我會幫女帝解寧州災民之困的。你把手放開！要是再不放開，我就殺了你！要是再不放開，我就殺了你！今天有
鬥詩會的冠軍之戰。你要是有空的話，可以去看一下我怎麼讓顧文浩顏面掃地。滾！这次的冠軍呀，非顧大才子莫屬啊！可是押了顧文浩100兩銀子。大少，我可是押了整整500兩，那可是我的身家財產，就等着這一次能夠暴富呢。對，那可不一定哦，我反倒看好王陽。這王陽啊，就一纨绔子弟，不學無術。對，我聽說呀，他是走了關係才能進入決賽。說是什麼趙府的家丁有外卡，能直接進決賽。什麼是外卡？說白了就是特殊抽，反正就是不要臉唄。還能這樣？我倒不這麼認為，王陽極有可能成為最後的冠軍。哎，我說，趁現在還沒結束，你們趕緊去醉香樓押王陽冠軍呢。那你押的誰啊？我押的顧文浩。切！上次我是故意让你赢，可是我没想到你竟然不知天高地厚，非要跟我争冠軍，可真是可惜。哎，顾兄，今日以後，你这江南第一才子就要換人了。就凭你一個不學無術的紈絝子弟，還想贏我？那咱們打個賭，如果我奪了冠軍的話，你就跪下學狗叫。是誰給了你這麼大的膽子，讓你妄想贏我？怎麼，你怕了？我怕了。我可是江南4大才子之首，顧文浩，怎麼會輸給你一個紈絝之徒？哎，各位。剛才顧大才子跟我說，如果我取得了冠軍，他就跪下學狗叫。我什麼時候跟你說了？哎，你可是江南第一才子，不會怕了吧？我什麼時候怕了？哎，大家都可以作證啊！如果我真的奪了冠軍，他就要學狗叫了。學狗叫，學狗叫，學狗叫！這個王陽竟然妄想贏了顧文浩。他還真是腦子有病。他若真贏了呢？怎麼可能？他不過就是一個不學無術的紈絝罷了。在此刻，你還以為他是紈絝？你好好想想，他做的事情哪件是紈絝做的？他是裝的啊！沒錯，他一直都是裝的。否則，他現在應該和他爹王世恆都在大牢裡，此子不能留啊！请你們3位以我為主題。做對子，簡單。小姐，聽好嘍。紅燈高掛照四方，燈籠搖曳映梅影。小姐，可滿意？請你下去吧。啊，小姐，我要是做的不好，我可以再做。讓我想想。不行，淘汰了。搞笑了，再給我一次機會！再給我一次機會！我就說嘛，這冠軍非我莫屬。聽好了啊，楊柳腰兒走一步，搖3搖；芙蓉面兒笑2聲，羞2羞；勾魂奪魄，這對子倒是符合他的性子，放浪不羈。就是下流。哎，我倒是覺得王陽這對子很好啊，把趙小姐的身材容貌都描述出來，讓人呀
遐想連篇。他的对手可是才子顧文浩，就憑這幾句詩句，能贏得了顧文浩？這倒也是，這對子確實有些下流，難登大雅之堂。這冠軍恐怕要是顧文浩的。我就在想，像你這種下流之輩，怎麼能寫出流芳百世的對子？就你剛剛寫這個對子，還想贏我？怎麼？你覺得自己贏定了？都到現在了，你還不認輸啊？好，既然如此，那就讓你見識見識，什麼才是真正的对子。Please。提燈照影，娉婷令，映月遙姿，绰約行。好，对的，好啊，这个才是啊！顧文浩這對子一出，勝負已分。王陽啊，輸了。但我個人的確是覺得王陽的更好。不過，顧文浩在意境上確實寫得比王陽好。趙小姐，能否與您吟詩作對，成為一對別人都羨慕的神仙眷侶呢？如此說來，你認定你贏定了，會成為我的夫婿？那不然啊，趙小姐，您可是才女，您不會認為我剛才做的對子還不如這個下流做的對子嗎？此次斗詩大賽的冠軍是王陽，他就是我的夫君。這怎麼回事啊？王陽怎麼可能是冠軍呢？這是黑幕吧？這是王陽的對子如此下流與粗俗，怎麼能與顧文浩相比？這絕對是有黑幕，一定是黑幕。趙小姐，在場的所有人都可以作證，明明我寫的對子比他好，為什麼他是冠軍？顧某人不服。因為你沒有橫批，對聯分為上聯、下聯，還有橫批。世間向來沒有這種說法，而且對子不需要橫批啊。來人！我在招婿大賽的時候特意叮囑過，對聯分為上聯、下聯，還有橫批，無橫批者為負。這也沒有寫啊！哎。我媳婦說寫了，那就是寫了啊！你看不清啊？拿這個。沒有橫批判負，這你們耍賴！你不服啊？我自然是不服啊！好吧，那既然你不服的話，我就出個對子，讓你心服口服。素手挑光，燈輝漫染，桃花面；清風夜步，月色輕攏，柳葉裙。好，這絕對的，這個絕對，這太好了。不是這，可以學狗叫了吧？我願意把趙小姐讓給你，還請高抬貴手。哎，現在晚了。大家都能作證，還是老老實實學狗叫吧。學一個狗叫，狗叫一聲，狗叫一聲。丟人現眼的東西！父王，知道你不會學狗叫，我準備了其他的。來人吶！不是，你這是幹嘛呀？要幹什麼？城中流行瘟疫，為了避免瘟疫流傳到城外，今日起所有城門全部關閉，直到瘟疫得到控制。啊！不知道關了城門，城外的糧食進不來，那我們吃什麼呀？近日來了很多外地的粮商，糧食倒是充足，但是這個價格還是高啊。是啊，你吃不了幾頓就吃不起了。即日起，縣衙以100文一斗出售平價糧。太棒了！糧食降價了！粮食降價了！糧食降價了！
王爺，您救救我们吧！这宁州城的粮价已经跌到90万了。那些外地粮商之前在扬州听说我们宁州粮价高，就拼命地涌入我们宁州，现在在城里以90万出粮啊！我们现在还是180万，如此下去，恐怕真是熬不住了呀！怪不得赵浩轩以购買赈灾粮的名义高价从你们这里买粮食，原来他是为了抬高粮价，好吸引外地粮商来宁州。恐怕他办斗师会招婿，也是为了抬高粮价。王爷所言极是，咱们大伙都被他给骗了。这外地的粮商来到了宁州，这宁州城就不缺粮食了，而我们的粮食就不能待价而沽了呀！这个主意不是赵浩轩能想出来的，应该是这个王阳死死不除，本王寝食难安。王爷，那我们眼下该如何？这有何难？他们把外地粮商困在宁州城内，如此一来，那些粮商只能被迫出售粮食，只需打开城门，此困局可解。王爷高明。城里没有瘟疫，是有人故意散布谣言，把城门打开。是，不能开。王爷，城门不能开呀！城内有瘟疫，正在管控疫情，还请王爷体谅。瘟疫？本王怎么不知道城里有瘟疫？本王看是你赵知县以权谋私，故意不让开城门吧。身为宁州知县，我从未以权谋私，所作所为都是为了百姓啊！本王倒要看看，是本王的话管用，还是你这个区区的知县？把城门打开！不能开！我是宁州知县，宁州一切事务都要听我的。区区一个知县，敢在本王面前发号施令，开城门！我是女帝护卫统领夏琳，这是女帝的信物，女帝口谕：宁州城防军听命于王阳命令，如若不听，等同叛乱，等同叛乱。看来女帝很信任我们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给我把城门关了，谁都不许开！王爷，这是您让我岳父筹的20万两赈灾银。您看一下，既然是20万两赈灾款，那就交于本王用于赈灾吧。哎，这赈灾款，我打算找外地粮商购买物资。多謝王爷讓糧價漲到180，不然的話，怎麼會有這麼多外地糧商過來呢？這是計劃。王爺，您讓我的岳父7天籌夠20萬兩賑災款，這根本就不可能。那既然籌不到，不如贈他20萬。不愧是王世恆的兒子，心機夠深。多謝王爺。趙知縣果然找了一個好女婿。王爺慢走。父王，现在粮价已经降到了60万，但县衙却以50万偷偷售粮，还有2大粮商再以40万售粮，要不要我先派人把2大粮商抓起来？不用，粮价已经控制不住了，用粮价引起民心不满，不奏效的。这都是王阳那个狗東西，在背後偷偷搞鬼。要不笑一下？你來寧州3天了，我都沒見你笑過。算了，你還是別笑了，我有點怕。你什麼時候和我去王都？啊？我沒說要去王都啊。我不去見女帝。你父親還深陷大牢之中，你若是想救你父親，只能求女帝赦免你父親的罪。你救助災民有功，是大好的機會，且不可錯過。女帝漂亮嗎？不許褻瀆女帝！我就是隨口一問，沒必要這麼大反應吧？想讓我去見女帝也不是不行啊，我總得把寧州的事情解決完了再去啊。還有，明天出發可以嗎？微臣柳知月參見陛下，所幸不辱逆，為陛下尋得賢才，平身。謝陛下。沒想到女帝這樣美啊！哎，還不快拜見陛下！草民王陽
拜見陛下。你就是王世恆的兒子王陽？是。快平身。謝陛下。你在寧州所做之事，朕已知曉。能讓寧州梁家降下，又籌到20萬賑災銀，此事大功一件。說吧，你想要何封賞？草民不要任何封赏。你父親還在牢中，難道你不想為他求情，讓朕饒恕他的罪嗎？草民的父親對陛下忠心耿耿，為何決堤之事與我父親無關？我父親是被寧王陷害的。寧王為何要陷害你父親？因為他要造反。你可知污衊寧王造反是要抄家滅族的？你還敢說寧王造反嗎？我家已經被抄了，我父親還在大牢裡，草民沒什麼可以怕。況且，草民手上有寧王造反的證據。好，說來聽聽。渭河決堤，水淹2郡12縣，唯獨龍山附近沒有被淹，這很不尋常。也許是水利工作做得好。龍山是寧王的封地，外人進不去，沒有被淹，是因為決堤口是經過精心挑選，而且龍山也提前做好了準備。就憑這些，就說寧王造反，未免也太過牽強了吧？寧州決堤對他有何好處？要軍饷。軍饷？寧王利用水災從朝廷獲得賑災款，作為軍饷，散播謠言，讓災民對陛下產生不滿，從而招兵買馬。你說的是懷疑，還是有證據？當然有證據。夏統領，把你看到的事情都告訴陛下。陛下，我潛入龍山，親眼見到寧王開挖鐵礦，打造兵笈。寧王向來不把朕放在眼裡，朕萬萬沒想到，他竟然會率先謀反。看來，朕必須要削藩了。若是陛下想削藩，就得趁寧王造反之前把他給抓住，不然他一旦造反，局勢必定發生動盪，其他藩王肯定蠢蠢欲動。話雖如此，想要拿下寧王，談何容易？他既然已有謀反之心，勢必會有所防範，要將其拿下，難呀。那倒未必。你有何良策？擒賊先擒王。一旦寧王被抓，就算他手上手握100萬重兵，沒有了他坐鎮，那也只會土崩瓦解。話雖如此，但拿下寧王可不容易。寧王是不會來王都的，讓朕如何將其拿下？想要將其拿下，倒也簡單，直接去寧州將其父子拿下。去寧州拿下寧王？寧王朝中黨羽眾多，若有任何風吹草動，勢必會引起他的警覺。若是陛下身邊的護衛，自然會引起警覺。但是，王陽，你竟然為了活命自薦枕席，你當真是丟盡了你父親的臉！陛下恕罪，草民只是想保住性命而已。閉嘴！想着進朕的後宮，你還不夠資格！來人，將王陽趕出王宮！陛下饒命！如果我回寧州，寧王一定會將我大卸八塊的。你個登徒子，死有餘辜，還不趕緊給朕拖下去！寧王，您怎麼來了？聽說你遠赴王宮見了女帝，本王來看看女帝有何指教。在下本來想求女帝庇佑，結果，寧王，以前是小人有眼不識泰山，還請寧王大人不計小人過，饒小的一命。小的以後一定與寧王馬首是瞻。看來本王得喝下這杯酒了。你以為本王不知道你在酒裡下毒嗎？回去！別再演了，你是女帝派來殺本王的。女帝那個丫頭以為本王在宮裡只有一個眼線，可以隨你們糊弄。寧王，這一次我認輸。小君，你這個小美人死了實在是太可惜了。
你不如跟着我也好求父王放过你。好啊，若是你能劝说宁王肯放过我，那我就驾驭你。父王，你不如就放过他吧。没种的东西，他是女帝身边的人，专门打听消息。今天他不死，回头就把我们的事情告訴了女帝，他必須死。不是，你们知道他是女帝的人，居然不知道5步之内他无敌吗？童儿，我是宁王，你敢杀我，不怕被诛灭9族吗？有何不敢？女帝考谕，宁王造反，只与宁王有关，剩下的人无罪。你们还要造反吗？陈尚书，你作何进士？陛下，臣不知宁王想要作亂，请陛下念在微臣一片忠心上，饶过罪臣吧。你协助宁王作亂，罪不可赦。来人，将其打入天牢。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！王阳此次护国有功，孤身平定宁王作乱，有勇有谋。张丞相告老还乡，朕任命王阳為丞相。謝陛下，臣定竭盡所能，報效國家。好吃！我从未吃到过如此好吃的东西，简直是人间极物。我是真没想到，他还是个美食家。快看看我新研制的方便面。方便面？哎，这是我为我夫人準備的。你們3位想好誰做我夫人了嗎？放下。不是，哎，不是。吃飯之時怎麼能說如此掃興之事？你就在外面好好站着，等我們吃完再說。不是，哎，那我還沒吃呢。走，吃飯。